他是千古明君还是无道昏君？他在位43年，早年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最繁荣富足的开元盛世，为何又在晚年引发了肆虐8年的安史之乱？他为何一天之内杀死了自己3个亲生儿子？他对杨贵妃究竟是情深似海，还是逢场作戏？若是真爱，为何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女人在面前自缢，却袖手旁观，冷眼相待？更诡异的是早年专挑姚崇、宋璟这样的千古贤相任用，为何却换宰相比换衣服还勤？晚年却偏偏认准李林甫这种奸相，一用就是10几年。从前频频换人，晚年反倒是无比专一，难道他老糊涂，被奸臣彻底蒙蔽了吗？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太小瞧他的帝王心术了。他心里比谁都透亮，明知李林甫奸佞当道，却偏偏长期重用，这背后藏着一个皇帝怎样的权谋算计呢？接下来曾子航人物志将用2期节目重新解读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备受争议的唐玄宗李隆基，争议人物全新解读，不吹不黑，只讲人性。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李隆基独一无二的权谋手段，都在这个长视频里。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咱们正式开讲。传统的历史教科书对李隆基的评价向来前后反差极大，普遍认为他前半生是个明君，选贤任能，虚心纳谏，勤俭治国，亲手缔造了开元盛世，把大唐推向了最强盛的顶峰。可步入中年以后，他从胸怀大志变得浑浑噩噩，从谦虚谨慎变得骄傲自满，从励精图治变得纵情声乐，最终一手好牌是打得稀烂引爆安史之乱，让大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彻底沦为昏君。在多数历史学家的眼中唐玄宗前半生英明，后半生昏聩。为何变化如此之大呢？主流看法无非2点，一是宠爱杨贵妃，二是错用李林甫、杨国忠这类奸臣。说到底呢，还是红颜祸水、奸臣误国，传统史观在作祟。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把他后期的堕落简单归咎于骄傲自满。骄傲自满确实是原因之一，一旦一个人功成名就，陶醉在已有的成就里，再被身边溜须拍马的小人围着，判断力和治国能力必然下滑但深究历史就能发现，真相呢远不止这么简单。像李隆基这样前明后昏的帝王，历史上不在少数，他后期的腐化堕落是多重因素叠加，绝不是骄傲自满4个字就能概括的。历朝历代有一个很明显的规律，但凡开创盛世又迅速走向衰败的帝王呢，大多具有一个共同点，在位时间太长，寿命太高。南北朝梁武帝萧衍早年开创治世，晚年昏聩怠政，最后呢在侯景之乱中被活活饿死。清高宗乾隆帝坐拥康乾盛世，前半生勤政有为，后半生贪图享乐，埋下了王朝衰败的隐患。唐玄宗李隆基也是这3位君主都逃不开同一个宿命，年纪越大，在位越久，状态越容易失控。为什么会这样呢？很简单的道理人抵不过自然规律，精力衰退，思维迟钝，那是必然。就算是95之尊也无法例外历史上很多帝王都是因为掌权太久，落得个晚节不保人老容易糊涂，最典型的就是汉武帝刘彻，从早年雄才大略，痛击匈奴，发展到晚年多疑昏聩，酿成巫蛊之祸。结果呢，太子含冤自尽，长安血流成河。你想一台电脑可以用得好5年10年，能用得好20年甚至50年吗？李隆基是人不是神，不可能一辈子永远理智清醒，勤政自律。如果他一生都是明君，那他就不是人偏偏皇帝呢又是个基本无人心甘情愿去退休养老的终身制职业。都说权力是春药，其实在老曾看来权力更像鸦片很容易让人上瘾，且一旦上瘾很难戒掉。对很多帝王来说，活得太久，掌权太久，对自己对江山百姓都不是一件好事。很多人都以为李隆基开元年间一直是励精图治，直到改元天宝，宠幸杨贵妃，重用李林甫后才彻底迷失，这根本就不是历史的真相。早在开元4年，就有人提前看透了他的本性谁呢？那年李隆基登基才第5年，
年仅30出头，正是风华正茂、励精图治的时候。宰相卢桓慎病重，临终特意叮嘱同僚：圣上如今求治心切，但在位日久，必会渐渐倦于勤政，将来一定有奸佞之人趁机钻空子，你们要多加提防啊！卢桓慎可不是能掐会算的大仙儿，而是一眼看穿了人性本质。抛开盛世天子的身份，李隆基就是一个玩心很重的贵族公子哥。根据这个正史记载，他是历代帝王里兴趣爱好极广的一位，痴迷音律，擅长打球，精通书法，能作诗，懂绘画，喜欢斗鸡，爱看歌舞，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美女啊。他创办梨园，堪称皇家最早的宫廷乐团。杨贵妃起舞时，他还亲自配乐指挥，是十足的文艺中老年。一个这么热爱生活、多才多艺的人，怎么可能几十年如一日的埋头政务呢？对比这个雍正皇帝，一生几乎没有业余爱好，全身心扑在治国批奏折上，是天生的工作狂。李隆基和他根本就不是一类人啊！出身皇族，自带享乐底色，只是刚登基时政局凶险，稍有不慎就会重蹈伯父唐中宗的覆辙。他只能强行收敛玩心，克制欲望。他有胆识有抱负，远胜过父亲李旦和伯父李显，但跟曾祖父李世民、隋文帝杨坚这种创一代的工作狂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早年靠着雄心压住本性，等盛世稳固，在位日久，那份克制就慢慢失效。让一个爱好众多、懂得享受生活的人40年神经紧绷、疯狂工作，本身就不现实。老曾始终认为，李隆基根本不是由明君变成昏君，他本质上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早年羽翼未丰，时局动荡，他刻意收敛性格弱点。等到大唐登顶盛世，大权在握，再加上年岁渐长，性格里懈怠自私、贪图安逸的一面就彻底放大了。从人性心理来讲，人都有逃避紧张、追求安逸的本能。早年宫廷政变，步步惊心，常年治国劳神费心天下太平之后，李隆基自认有资格放松身心，便把精力投入到个人爱好和奢靡的私生活里。当年宰相宋璟曾经手抄《尚书无益》，配上画作献给玄宗。这是一篇著名的历史文献，记载了西周初年成王亲政时周公旦对他的谆谆告诫，重点是强调当政者不可贪图安逸，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年轻时的李隆基十分看重，挂在内殿，时时警醒自己。可20年过去了，画作损害，宫里随便换了一幅山水图顶替，他早已毫不在意。这件小事就是大唐国运转折的缩影。盛世已成，年近半百的他开始选择躺平，心思逐渐从朝堂政务转移到个人享乐上。人性本来就善恶并存，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每个帝王身上都同时有明君和昏君两面。心怀忧患便勤政，沉溺安逸便放纵。孟子那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精准地道破了唐玄宗的宿命所谓前明后昏，只是环境和年龄变了，被压抑的本性彻底释放。年纪增长带来精力衰退，进而变得懒惰，自控力、判断力随之下降。所以别人都看出了安禄山的反心，就他还蒙在鼓里。这是所有人的人性常态，不只是李隆基个人的问题。只不过他功业太过耀眼，世人拿着放大镜审视他的缺点，才被无限放大。社会心理学有一种说法，要想看清一个人的真面目，只需看他平时跟什么人来往，交什么样的朋友进行。所谓这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认识李隆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就要看他喜欢用什么样的人，还要考察他跟女人的关系，以及他的家庭关系，特别是他跟儿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先看一下他喜欢用什么人。会不会用人是衡量帝王治国水平的重要标准。唐太宗就是千古用人典范。贞观之治的局面是如何出现的？离不开防谋杜断，这可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也离不开魏征的不断进谏反观唐玄宗，用人争议一直很大，他任用姚崇、宋璟打造开元盛世，却换相频率极高，几位名相的任期大多不过3-5年。更让人费解的是，贤相只用几年就换掉，李林甫、杨国忠这类奸相却一用就是10年、20年甚至违背了清贤远佞的为君之道。李隆基早年频繁换相，到底是随性而为，还是
深思熟虑的帝王权谋呢？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蒙曼有个论断啊，唐玄宗早年实行的是宰相专任而不久任的制度。此前啊，朝廷为防止这个宰相专权，同时任命了大量的宰相，人多互相牵制，最终呢，大权是收归皇帝一人。但这个弊端也很明显啊，皇帝要事必躬亲，极度耗费精力，只有唐太宗武则天能够扛住。李隆基看透了这套体制的弊端，直接改革，改用宰相专任制，同期只设2位宰相，一人主导，一人辅佐，集中行政权力。这样皇帝就不用事事亲力亲为，真正实现了垂拱而治啊，也正好契合他不想被繁杂政务捆绑的性格。但专任绝不能久任，时间太长容易相权做大，威胁皇权。所以姚崇、宋璟等人任期呢都控制在3年左右，既能放手治国改革，又能防止权臣揽权，架空皇帝。既然这套制度运行顺畅了20多年，为什么偏偏到了李林甫一做相位就是19年？真的是老头子年老昏聩，被奸臣蒙蔽了吗？完全不是。从后来这个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李隆基逃往蜀中，跟大臣的一番对话可以看出，他早知李林甫是个嫉贤妒能的小人。原文是这样记载的：至李林甫曰：“世子妒贤嫉能，无与比者。”是焉曰：“陛下诚知之，何任之久？帝莫不应。”那么如何解读这番话呢？其实李隆基的沉默不语藏着最深的帝王心术。其一，他看透李林甫虽专横跋扈，打压异己，但口碑极差，没有朝野根基，在内的太子，在外的节度使安禄山都对他的权力形成了牵制再嚣张也是自己的工具人，绝无篡位的资本。其二，盛世已定，他早已懒得纠缠琐碎政务，急需一个事务主义者，能镇得住朝堂的代理人。熟悉行政工作的李林甫呢，刚好是最佳人选。所以他对李林甫的种种劣迹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连他最信任的太监高力士劝谏他不可权柄下移，也被他当面斥责。从早年专任不久任到后期纵容李林甫长期掌权，能清晰地看出李隆基一生把皇权抓得极紧，又天生贪玩，不愿事必躬亲，用人重能力，也不排斥用小人，骨子里藏着帝王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而这种既信任又时刻提防的性格，不仅体现在朝堂用人上，更深刻影响了他和后宫太子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也导致一向视权力如生命的李隆基，晚年竟然过上了如囚徒般的生活，你相信吗？而且囚禁他的竟然是他的亲生儿子，这是怎么回事呢？争议人物全新解读，不吹不黑，只讲人性。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期接着聊。